我现在是不是应该叫你叶医生？叫我什么都行。最近挺忙的吧？嗯，纪录片马上要开拍了，每天各种会。院长一会儿就到了。你俩现在关系挺好的吧？挺好的。那天在游泳馆，让你看笑话了。我可没看到什么笑话，我只看到陆朝夕的急迫。他应该没跟你说吧？那天你走了以后，他自乱阵脚，特别受挫。谁让他自己瞎胡闹的？那你该不会讨厌我这个工具人吧？当然不会，因为你，我们更快在一起。原来你也这么急迫。他来了。早啊！早。你们俩聊什么呢？说你说你画画画呢。我没迟到吧？没有。院长好。人都到齐了吧？那我们先走。上车。你坐前面吗？你坐前面吧。叶石兰，客气什么呢？坐前面。叶医生，听说你之前在桃源村待了有半年。所以院长觉得我也一起去比较合适。山村里其实老人和儿童居多，所以我们义诊也主要以儿科和诊治老年多发病的医生为主。哎，那会去看诊的村民多吗？应该还挺多的，一般会提前通知，诊所那边也会配合。现在他们都有农村合作医疗，看病花钱不多，因为我们是义诊，他们还是愿意去看一看的。有些老人他们身体不舒服，又不愿意麻烦子女带去城里看病，觉得没什么大事儿。这不正好专家来了家门口，还是愿意去问一问，检查一下，这样没什么事儿的话，心里就踏实了。万一检查出什么大病，也好及时就医。我是第一次参加义诊，小朋友们的健康问题多吗？其实和我们在医院里看到的病例差不多，不过有一些老人就医意识不强，家里的小朋友生病了，他们喜欢用一些土方子，有时候不对症，反而会加重病情。遇到这样的老人就要问清楚，而且要给他们多做一些科普。土方子什么样的？五花八门的，什么都有。你要是感兴趣的话，我可以请诊所的李所长给你讲讲。好。哦，还有用玄学的。玄学是什么意思啊？有小朋友被鱼刺卡住喉咙了，爷爷搞了碗清水来，嘴里念念有词的，这碗水就变成了化骨水，说喝下去就没事了。那真没事了？有个小朋友喝了好几碗，最后实在不行了，还是去诊所用镊子取出来的。哎，你说的这个方法，我之前好像在网上看到过，很古老的方子了。你说要是真没用，怎么会流传到现在？这个我知道。其实我们被鱼刺卡到喉咙还是没有那么多的，之所以觉得咽口水疼，是被鱼刺划破了，基本上都会自愈，可能也被当成是那碗水的作用了。是啊，所以如果真的遇到鱼刺卡住喉咙，还是要及时就医。又学到了。哎，小叶他们应该快到了吧？啊，他给小苏发了微信了，说早就出发了。董司长，想小叶了吧？你不想？我也想啊。哎，据说啊，跟这陆院长给咱们买了好多礼物呢。咱们呀，今天就彻底休息，
把这诊室啊让给来的儿科专家黄主任和小叶他们。就是之前跟小叶不对付那个。是啊，哎，听小叶电话里说，他不是主任了。他虽然不是儿科主任了，但还是主任医师，所以就一样叫他黄主任的。所长、副所长，早上好。早上好。早。哎，你昨天在这布置的很晚了，不是说让你多休息会儿吗？我兴奋，睡不着啊。哎，你今天怎么不走乡村风了呀？嗨，今天咱们这儿不是要来很多客人吗？作为本诊所的门面担当呢，我当然得好好收拾一下自己了，不能给他丢脸，是不是？行，有觉悟啊。小苏啊，哎，你和小叶呀是两种性格的人。那所长更喜欢谁呢？我都喜欢。哎呀，反正这会儿叶医生又不在，您就说您喜欢我嘛。好，喜欢你，喜欢你。谢谢所长。现在在诊所帮忙的小苏，他刚刚参加工作半年，不是我们医院的。是弟弟啊，长得帅吗？帅不帅我不知道，微信说话的时候感觉很活泼。副所长说他现在是诊所的开心果，连平常话很少的李所长都被他哄得乐呵呵的。那一会儿可得认识一下，我对幽默的男人完全没有抵抗力。曾医生，你是要去联谊吗？哎，怎么都不说话了？天都被你聊死了。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你刚才说的话听起来很像批评。哦，曾医生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啊，你可别在意。陆院长也是个风趣幽默的男人。领导的幽默感还是让人挺有压力的。那叶医生，我的幽默感会让你有压力吗？院长，我应该有压力吗？那你这么问就是没有啊？我没有，不代表别人没有啊。那你还挺特别啊。曾医生，院长真的是在和你开玩笑。如果你觉得不好笑，不用理他就行了。就是啊，你们可别把我当院长了。现在随便聊点什么，别不说话就行，要不然我真变成你们的司机了。曾医生，你就不好奇陆院长会喜欢什么样的女生吗？我非常好奇，院长可以说吗？怎么，你要给我介绍啊？院长条件这么好，哪用得着我介绍？你说说看，说不定我能帮你介绍介绍呢。我有喜欢的人了。哇，谁这么有福啊？曾医生，你知道吗？我可是你们陆院长的前女友。其实我们好些人都知道，是吧？还以为你要跟我们院长重新在一起呢。叶医生也是这么以为的。我跟乔瑜确实在大学的时候谈过一段，不过很快就没有火花，就变成了很好的朋友。乔瑜老是拿这段开玩笑，让叶医生误会了。哎呀，这个陆院长以后啊，一定是个宠妻狂魔。怎么看出来的？这个嘛，好像还有半个小时就到了，挺快的。挺快的。第一次来吧？环境还不错吧？叶医生，是。你好，我是小苏，苏小阳，我又见面了。小苏你好，这是陆院长。陆院长你好，曾新宇。辛苦了。
你好，乔宇，是纪录片的编导，他也想来了解一下义诊。我代表桃源村诊所，欢迎大家。小苏，时间还早，你带他们参观一下吧，他们想喂羊。想喂羊啊？没问题，跟我来。刚喂完草，欢试试。哎，有没有小羊？刚刚在车上没吃素吧？那乔云那是开玩笑的。我有那么小心啊？那当然没有。我有，早知道我就坐大巴来。还不是你为了要避嫌，非要拉他们上车吗？不过，你今天表现的还可以，可以奖励你一份。呀，我忘了我擦口红，脸上，找我纸给你擦一下。小叶啊，你这磨蹭什么呢呀？怎么不进去呀？来了。哟，你们俩这是？他脸很烫。哦。你自己摸摸，是不是？我看看。哎，不用了，所长，没什么大事儿，就是开车开的热了。你赶快进去洗洗。不对，那我先洗把脸。去吧。一会儿见，所长。不要紧吧？不要紧的。副所长，来。哎呦，拿一下。这些都是给我们买的呀。是，给您的。哎呀，你们能来，我们就已经很知足了，还买礼物，这多浪费呀！哎呀，这都是年轻人的一片心意，不算浪费。这些都是能吃得上、用得上的。谢谢。来，走。哎，这车门呢？这没事，一会儿再回来关。好。等会儿没有。陆院长，吃点花生瓜子儿，喝点茶。副所长，你们还是叫我小陆吧。小陆啊，还是测一下体温比较保险。不用，已经不烫了。倒是不烧啊，不烧。小陆一看就像个院长，小叶当初居然还觉得你是个卖药酒的。哎，这锅我可不背，当初您也是这么认为的。我有吗？有，所长可以给我作证，是吧？那也是被你带跑偏的。哎，小白呢？谁知道又跑哪儿去了？不用管他。哦，应该是大部队来了，可以开始干活了。辛苦你们了。不客气。阿姨，给您添点水吗？48号可以就诊了。可以，来吧。您的病历本给我一下。这边。我在医院检查，说我是血管硬化。哎，说是醋泡生鸡蛋可以软化血管，有这个疗法吗？大爷，我知道这个说法，但据我所知，目前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醋泡生鸡蛋能软化血管。而且啊，这个家里面的鸡蛋，外表有很多的细菌，所以不建议生吃。我知道，但我不吃就是了。大妈，您血压是正常的。医生，我吃完晚饭之后胃经常不舒服，闷闷的。那您晚上经常吃些什么呢？吃中午剩下的饭菜，吃的多吗？剩多少就吃多少。那可能您这是消化不良。我又买消食片吃，不管用。大妈是这样的啊，晚上的饮食呢是要控制一下的，不能吃太多的。这不光会引发胃病，老年肥胖啊，会对身体其他地方造成不必要的负担。您这情况呢，院长，你们去哪儿啊？小苏带我去村里看几个不方便过来的病人，顺便给他们送点药。好。哎，乔云呢？在2楼发药发书呢。行。院长，拜拜。刚才我看了一下，没什么大问题。
小朋友如果出现口吃的这种情况呢，大部分情况是心理障碍造成的。平常要多鼓励他说话，可以通过呀这个唱唱歌、背背儿歌来增加他说话的自信心。我们家长这块儿，不要小朋友一出现口吃的情况呢，就马上指出来，反而要增加他说话的心理压力。他这么小的岁数，如果干预得当的话，很快就能矫正过来。没事，啊。好，谢谢医生啊。哎，不客气。小秋，你也说谢谢医生。咱不着急啊，咱慢点说。说。谢谢医生。哎，你看说的多好啊！回家以后要多说话啊。来，这是您的病历本。好，谢谢啊。和叔叔再见。哎，再见再见。好嘞。大爷，您可以去药房免费领一本书，这书啊是黄主任自己写的。哦。里面关于口吃干预有详细的介绍。就这儿，上2楼就是药房了。谢谢了啊，太谢谢了。院长，没听说咱们这次出诊还能送我的书啊？这本书我看了，觉得通俗易懂，所以就以私人的名义采购了一批送给大家。这事儿也是叶医生提议的。啊，叶医生，谢谢啊。不客气，黄主任。你是那个陆院长？是我，黄婆婆。哎呦，副所长说了，原来你是院长。上次我真对不起哦，那眼神不好，我错把你当成那个卖药酒的那个人了，弄得叶医生拿个扫帚追着您打。哎呦，黄婆婆，这事不赖您。我跟他说了我是院长，是他自己不相信，不赖你啊。会不会？你呀是个大好人啊，一点记仇心都没有。你看，还让叶医生在你医院里工作。王婆婆，她记仇着呢，好长一段时间都没让我做医生。我不相信。你看，那么多专家给我们免费看病，你真是个大好人。是真的，他就是针对我。原来院长和叶医生早就认识啊，怪不得找叶医生当助理。啊，那个这儿，走，咱们出去看看啊。黄婆婆，孙女怎么了？眼睛不好，就是平常用眼过度，电子产品看多了。平时是不是总是玩手机看电视啊？有点轻微的近视，开了瓶眼药水，可以缓解干涩，但是还是要注意，不要过度用眼。上2楼拿药。哎，谢谢谢谢，院长，谢谢啊，谢谢谢谢。应该的。口渴了吧？没事。谢谢。欢迎光临，这边。你今天来咖啡店吗？什么时候有空，我请你吃饭。哎，这几天没有看到你那个朋友来呀？哦，他最近有点忙。我看你没事就往门口望，是不是在期待他的出现？当然不是。不是吗？我还以为你喜欢他呢。没有的事儿。这样啊，我觉得他长得挺帅的，你要不喜欢，就让他跟我认识认识。他有喜欢的人了。真的假的？嗯，他亲口说的。谢谢。走了啊。嗯，拜拜。你来啦？你今天怎么就下班了？哦，店长重新排过了。哦，
你快进去吧。好，拜拜。啊。我可以坐这里吗？当然，你不是下班了吗？是啊，所以我现在是顾客，请你吃水果。你回来是找我有事？嗯，有事，没有打扰到你吧？没有。那吃水果。好。你跟你喜欢的那个女性朋友有新进展了吗？怎么突然问这个啊？我最近改了稿，Kevin 的形象有了那么大的变化，想知道他看完之后对你的感情生活有没有帮助？暂时还看不太出来。那我觉得你得认真判断一下，看看你们俩可能性到底有多高。不行的话，就得及时止损。这怎么判断？这样吧，你约他来店里，我帮你观察一下。你可以观察得出来。当然，我这方面是有练过的。你不相信啊？我要相信吗？唉，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。我先观察你，你看我说的对不对？好，你试试看。你有一个不能告诉别人的秘密。这谁都有啊。你别急。你在医院工作吧？你衣服上有消毒水的味道。啊，你闻不到的，只有我能闻到。你是听到过我打电话吧？所以你是承认了。说对了。你身边最近有人谈恋爱吧？这是怎么看出来的？你的四周弥漫着一种不属于你的桃花的气息。你看不到的，只有我能看到。你猜对了。还能看出什么？你把手伸出来。怎么又改看手相了？感情线细小的分叉很多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你喜欢看别人谈恋爱。让我看看你的手。你这细小的分支也很多。我的分支是往外拐的，说明我喜欢写别人谈恋爱。你蒙错了，我不喜欢看别人谈恋爱。不可能，我一向很准的。你再给我看看。这两个人是你的同事，其中一个是你的上司。你一开始很看好他们两个，你撒谎了。那个喜欢的女性朋友根本不存在。我没看错，你就是喜欢看别人谈恋爱，这个就是你不能说的秘密。你是认识叶医生吧？林特助，考虑一下，付个封口费吧。好。你想吃什么？
黄主任经常参加义诊，经验很丰富。今天下午遇到了2个特殊的病例，他还叫我一起去看，指导我。就像你说的，他不一定是个好领导，但他是个好医生。人是多面的，就看你运气好不好，碰到哪一面了。明天上午的人应该不多了吧？不多了，只接待今天做完检查看结果的，然后大家就一起回去了。乔玉下午已经走了，刚刚曾医生跟我说了，他说明天想做大8回。哦，哎，那岂不是又要跟领导独处了？是啊，你可太惨了。一会儿吃完饭，你就早一点回镇上的宾馆休息吧。你不去吗？小苏一直住在村里，我的房间空着，今天我就住在这儿啦。哦，那我也不去了。你不去，你睡哪儿？不行啊！什么不行啊？那样别人就知道我们的关系了。那你的意思是，别人知道以后我们就可以了？你别曲解我的意思。是你曲解我了吧？我的意思是我今天晚上可以睡输液室的。你在想什么呢？你该不会对我有非分之想吧？你是这样的人啊！我还只是个孩子，你想什么呢？哎，君子对我动手！哎，欠打！哟，小叶胆子好大呀，连院长都敢打。我们院长平易近人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俩谈恋爱呢。没有没有，真没有。副所长，叶医生的话怎么会骗您呢？对吧？哎呀，这好久没吃到地里新鲜摘的菜了，还特地给你们准备了新鲜的猪肉和猪血，这些呀，你们在城里是很难吃到的。谢谢所长。行了，你们俩进去吧，我们摘完菜我们会做饭去。哎，连他们都不能说。在这儿没有秘密，他们俩知道了，全村都知道了。你没看今天王婆婆说什么？行吧，听女朋友的不吃亏。这个好吃。好，谢谢。你说其他的，我大概能猜到你可能认识我身边的人，只是没有想到你连我喜欢看言情小说这件事情都知道。谎话说多了，自己是看不出来破绽的。不过你跟叶医生是闺蜜这件事，还真挺神奇的。这个就叫做无巧不成书。我已经想好了，下一本书呢就取材你们院长和我们家小叶子的故事。背景放在医院。对啊，如果到时候我有什么不懂的，你务必要帮我啊。医生专业上的事我也不懂。我说的是管理上的事儿。医生的事儿我可以问小叶子嘛。不过我们写这类小说本身也不会写太多专业上的事儿，只是有的时候情节涉及到了，我们能尽量的不犯或者少犯错误。你会担心别人吐槽吗？吐槽什么？比如披着什么什么的外衣谈恋爱。我写的又不是职业小说，是言情小说。在我的小说评论里这样说的都是人云亦云，找存在感的。他们在别的地方看到了有人这样评论，就不管背景，直接生搬硬套，还觉得自己很聪明。那可能会有人说，为什么要写医生？言情剧的主人公总不能都是无业游民吧？也没有人规定哪个职业不能谈恋爱呀。有，这个。这个，有些地方也可以。我的意思是说，评价某一个职业不能谈恋爱的，不能写成言情小说的，那到底是瞧不起这个职业，还是瞧不起爱情啊？是，每个职业都值得，也应该拥有爱情，对吧？你写的烂，你就批评写的烂。爱情多美好呀！
我想要，你也想要，我喜欢你，你也喜欢我，那就在一起，共同拥有一段甜美的爱情。你看了不少评论吧？还知道别人有可能这么吐槽我。是，不过只看了你的评论区。我采访你一下，你第一次见我的时候，真实想法是什么？因为一直追你的小说，所以发现你就在眼前的时候，有那么一点激动。是见偶像的心情吗？不是，就像是素未谋面，但却相识已久的熟人。素未谋面。我喜欢这个比喻，作者跟读者本来就是神交。那你当初让我改文的时候，是想找借口认识我吗？也不是，是我自己看着确实很别扭。那如果没有这件事，你会想要认识我吗？不会。你刚说了，我们是神交，我应该不会想要打扰你。不过有机会认识你，和你一起吃饭，跟你交流，还能帮助你了解你生活里的样子，我非常开心。你这不就是粉丝想做的事儿吗？可能确实是吧。来，我的粉丝，我的偶像。